在末世拥有一辆能够改造升级的战车是种什么体验？2033年8月27日，一场病毒风暴将席卷全球，末世爆发，全球大部分的人类都发生变异，到处丧尸横行，幸存的人类只能到处躲藏。在灾难面前，人性的丑恶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为了食物和物资，不惜杀害其他幸存者，抢夺物资。更有些人召集了一些无恶不作的歹徒，组成武装团体，成群结队去外面搜刮物资。他们拥有武器和战车等装备，消灭丧尸轻而易举，属从人也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上一世的诸葛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对末世毫无准备。他和女朋友小雅苟延残喘了半年，最后历经千辛万苦，来到了一个幸存者聚集的避难所。本以为可以安心在这里生存下去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刚进入避难所第2天，小雅就跟避难所的首领丧彪搞上了。比末世更可怕的是人心。我们这里食物和位置也不多了，只能再收留一个小雅，没有你的地方了，你还是自己去外面寻找庇护吧。小雅，那我们你自己走吧。丧彪说了，我可以留下来。他根本就是对你有企图，你看不出吗？那又怎么样？起码在这里我可以安心生活，你快走吧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感到非常难过。丧彪见我不动，直接给了一把匕首给小雅，让他赶我出去。眼看着他朝我走来，我面如死灰。突然他拿刀朝我捅过来，完全没有准备的我就这样被他刺伤。此刻丧彪他们正在后面哈哈大笑。在末世，一条人命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是什么。比末世更可怕的是人心。看着自己在末世拼死保护了半年的女友持刀扎进自己的身体，他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了绝望的滋味。最后诸葛拖着受伤的身体缓缓地走在街道上，身上的血腥味立刻吸引了几只丧尸。由于身上有伤，行动缓慢，不久便被丧尸扑倒啃食。不过死亡之后，他竟然重生回到了末世降临的5天前，前世的痛苦还历历在目。他发誓这一次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。重生的前2天，他在各种贷款机构疯狂搞钱，各路网贷、借吧、花吧，钱多多，正规的、不正规的、良心的、黑心的，通通撸了一遍。某某借条，不用还的借条，拍拍贷，无限期延长还款日期，你的明天我来保障。诸葛以前觉得那些广告词是骗人的，纯虚假宣传，而现在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良心商家。世上还是好人多，含泪收下200多万。握着这些钱，他本来想租一个仓库囤积末日必要的物资，但却在今天上午突然觉醒了超级战车系统，能够将车辆升级改造。系统显示目前阶段只能将任意小型车升级为初级战车，升级完成后将把普通车辆升级为末日战车。诸葛二话不说，马上来到名车行，看着各种高级跑车，内心不由得兴奋起来。经过女销售的一番介绍，最终选定了一款以前做梦都想要的跑车。拿到钥匙之后，拉开门坐了进去。没过多久，面前弹出来一个面板，检测到符合条件的车辆是否进行升级。看着弹出来的面板，诸葛没有着急，把车开到一个偏僻的角落之后才选择升级，因为他不知道升级过程是什么样的，万一跟变形金刚变身一样夸张，那被人看见就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升级中，动力模块升级，防御模块升级，操纵系统升级，内部空间改造。升级完毕，基础性能初级战车 D 级，车身强度防弹级，最高速度400千米每小时，油箱容量300样。技能模块：装甲未解锁，引擎未解锁，武器未解锁，能源未解锁，科技异能空间。看着升级完的各项性能，嘴巴微张。这炫酷的改装能点燃任何男人的热血。最高速度已经达到方程式赛车的速度，油箱容量比大货车容量还大。这辆战车就是一辆缝合了各种车型优点的怪物。后备箱被升级成了一个异能空间。这些只是初级改装，往后的升级已经无法想象。有了这辆车，我囤物资还用花钱，当然是要零元购。在末世拥有一辆能够改造升级的战车是种什么体验？前一世不知何种原因，包括丧彪在内的一些人，早在末世开始之前就已经得知了消息，
他们提前修建了避难所，在末世爆发之后，各成一霸，无情的搜刮、残杀其他幸存者。要修建避难所，肯定需要提前储备大量物资，所以现在城市的物资肯定会大量的向某些地方汇集，自己需要确定这些汇集点，等到末世爆发，就依靠战车抢劫这些土皇帝。诸葛眼中闪过凌厉的光芒，他拿出手机，很快就找到了一家专业侦探事务所。这里是贵城所有的中大型物资仓库，以及最近的一些异常物资汇集点。私家侦探将一份文件放在诸葛面前，大致浏览了一遍。不错，我先付20万，剩下的一半2天之后打到你账户上。你有没有什么渠道能帮我弄到枪？诸葛先生，我们是正经公司，做的都是合法业务。10万。私家侦探有些犹豫。您这是违法行为。50万。这方面很难。100万。你看看想要哪一款？私家侦探眉开眼笑，拿出一个 iPad 展示上面的枪械图片，里面全是手枪，毫不犹豫选了格洛克17式，漂亮国最常见的警用枪，约定2天后结清所有费用。离开事务所，开车前往一家大型商场，当然不是打算现在就零元购，而是试验一下异能空间。他对战车第一个解锁的特殊功能感到很好奇，驾驶着这辆改装之后的战车，心中被巨大的安全感包裹，就像外面正狂风骤雨，而你坐在温暖的室内，窗户隔绝了一切嘈杂。到了商场之后，采购了一些食物、水、实用工具之类的东西，又随便买了一些药物，还顺带买了一些其他各大城市的地图，扫描指纹，打开后备箱，把东西扔了进去，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应。直到他坐进驾驶室，头脑里忽然出现了一片看不见尽头的空间。他意念一动，采购的东西如数进入了这个空间。诸葛还发现，从车身往外扩展1米的范围内，自己都可以随意吸收物品，也就是自己可以开着车一路吸收物品，不需要下车接触物品。试验完异能空间的使用，诸葛把地图取了出来，对照私家侦探给的文件，在上面标注了囤货地点、囤货种类、基地类型、安保情况。商场和其大型仓库的资料自然不用说，这些信息普通人花点功夫也能查到。这份资料里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的物资汇集点，他们大概率是那些土皇帝的避难所，是自己的重点关照对象。系统显示，无论是战车的升级还是解锁科技，都需要晶核，这是末日爆发之后丧尸和异种才会生成的物品。现在他的第一目标是丧彪和拜金女小雅，上一世就是被他们害死，而且在上一世诸葛只是他众多备胎之一。之前省吃俭用，还没得去过高档餐厅，趁着还没到末日，要去享受一次才行，顺便囤积食物。此时的小雅正在和一个富二代约会，他们来到了城里最豪华的餐厅，趁这个机会，他还想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，毕竟身边闺蜜都没来过。刚进门就和诸葛撞了个正着，看到此情景，怕富二代误会，赶忙解释说：“这个是我同学，他是个送外卖的。”不错嘛，有前途。我女朋友特别喜欢这里的食物，要不下次专门给我们送吧，我给你100块小费怎么样？你送个10单也不一定有那么多，考虑一下吧。你真是好大方呀，给那么多小费。此时的诸葛十分淡定，并没有理会他们的羞辱，因为等下被羞辱的就是他们。不一会，餐厅经理走了过来。2033年8月27日，一场病毒风暴将席卷全球，末世爆发，全球大部分的人类都发生变异，到处丧尸横行，幸运的后人到处躲藏。他站在一旁，一脸恭敬地说道：“诸葛先生，您的100份豪华刺身拼盘，100份芙蓉蛋蒸松叶蟹，200份顶级和牛，100份白松露黄金披萨，100份黄油白松露意面已经准备了一半，100份冰糖雪燕窝，100份鲍鱼盅，100份千丝鱼翅还正在准备。因为你要求的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材料储备，我们现在正从总部紧急调用食材，所有菜品可能要等到下午才能全部完成。如果对您的时间安排有影响的话，我们深感抱歉，我们这边也会给到您一些折扣优惠。辛苦了，到时候给我送到停车场，那辆车牌1314的黑色跑车边上，应该很好认吧？好的，先生。餐厅经理连忙点头答应。
你们不会被骗了吧？他就是个穷小子，哪来这么多钱？诸葛先生已经支付了定金，请小姐注意言辞。不可能，难道他是个隐形富二代？之前都是骗我的。小雅立马变脸。其实我一直在和你开玩笑呢，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。给老子滚！狠狠甩开他的手，接着一巴掌就扇了上去。保安，餐厅经理立即喊道：“把这2位惹事的客人送走。”到了下午，服务员把菜都搬到了停车场。等他们走后，他上车启动意识快速闪动，将那些食物全都存放进了异能空间。异能空间里时间是静止的，所以能够保持食物最原始的味道。这异能空间在末世简直就是神技，而且这还只是初级战车就配备的技能，内置后解锁的技能不是更逆天。放完食物之后，诸葛开车前往预定的5星级酒店，好好享受一下末日前的奢侈。忽然收到了小雅一条信息：我自己一个人好害怕呀，你晚上能来陪我吗？回了一句后天早上去找你。说完睡觉。后天就是末日爆发的第1天，届时所有秩序都会崩溃，而自己第一件事就是取这女人的狗命。今天就是正常世界的最后1天了，他拿出手机刷着热点视频。昨日贵城出现一起新型流感，患者会出现轻微头晕、头疼症状、轻微腹泻等症状。诸葛知道这是末世开始的征兆。此时，私家侦探发来一条信息：您要的东西我拿到了，我们约一个地方见面。这个私家侦探还挺靠谱，竟然真的能搞到枪。约定好天台见面，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每次见面都要在天台。无间道看多了是吧？这是你要的枪和子弹，您这个任务要放在平时还真不好完成。怎么说？最近黑市方面有些动荡，我发现不仅是您，上次委托我找的物资流通异常，一些珍贵药物、食材甚至枪械都在暗中流通。我这次的渠道就是在其中一个异常囤货地点拿到的。哪个地点？废弃的新闻大楼。这个正是当初丧彪他们的庇护所，看来他是有点势力的。告别了私家侦探，来到自己的车库。今晚打算就在车里过夜，因为到了明天末世就降临了，还是在车里安全点儿。天蒙蒙亮，诸葛打开了车载音响，放了一首贝多芬的《暴风奏鸣曲》。此时的外面世界末日已经开始降临。2033年8月27日，一场病毒风暴将席卷全球，末世爆发，全球大部分的人类都发生变异，到处丧尸横行。诸葛，你在哪？外面有人在敲我的门，我好怕，快来救我！手机里小雅的发来求救信息：你在楼下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启动战车，心底冷哼一声，这就来救你。开出停车场，遍地狼藉的世界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整条街上警笛大作，诸葛开着战车一辆撞飞不少丧尸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而且击杀丧尸之后还会得到奖励1级晶体。来到小雅住的公寓楼下，看到昨天那个富二代正带他出来，看来这女人不止发消息给他一个了，他估计给鱼塘里所有鱼都发了一遍。两人正往外走，富二代忽然喷出一口黑血，小雅大叫一声，立马往旁边躲开了好几米远，赶忙打电话给诸葛：你在哪里呀？快来救我！我看到你了，昨天和你吃饭那个人不是在你身边吗？他要害我，他想把我从你身边夺走，我不会跟他走，你快来救我！此时诸葛正开着跑车朝他驶来，看到诸葛，他激动的快要落泪，赶忙过来开车门，可是车门却锁死了。你干什么？快让我进去吧，我好害怕。前世的记忆历历在目，这个恶毒的女人不顾自己大半年的守护，一刀刀捅进自己的身体。面对她的求职，诸葛无动于衷。此时的他已经顾不得什么形象了，为了活命什么都肯做。看着他现在的表情，内心无比舒服，恶有恶报。此时变异的富二代过来扑倒了小雅，随着惨叫声响起，小雅也被彻底感染。等待一段时间，他变异了之后，诸葛连忙倒车，然后加速将两人碾压消灭。超级战车系统的升级面板展开在他的眼前，检测到晶核数量足够，
开启升级面板，解锁装甲工程锤，极大提升前车防御性能和撞击破坏力，所需晶体1/5。引擎烈火冲锋，在车头加装大功率发动机和进气口，可以消耗油量提供动力，让战车瞬间加速，所需晶体1/5。兵器加特林机枪无限弹药，所需晶体1/5。能源优质燃油增加油箱容量至700升，增加燃油能量转化率，提高燃油设备的威力和性能，所需晶体1/5。科技异能空间2升级，吸取异能空间，拾取范围至车身3米，所需晶体1/10。晶核实验室研究晶核，以解锁更多战车功能，所需晶体100%，其余功能待解锁。诸葛一路看下来，大概了解了这几个升级的方向。不过晶核实验室需要100个晶体才能够解锁，肯定不是自己现在能考虑的。其他选项最低也需要5个晶体，自己还不够升级的条件。丧尸携带晶核的概率只有2成，看来要拼人品了。杀死小雅，现在就是自己的零元购时刻了。诸葛的首要目标一定是那些没有防护的大型仓库，那些大型仓库还都集中在几个工业区内，到时候物资要多少有多少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至少在食物方面根本不用愁。取完物资的下一步就是复仇。虽然初级战车的外壳已经达到了防弹级，但硬闯拥有重型火力的丧标基地还是风险巨大。想要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，就必须升级战车。系统显示，无论是战车的升级还是解锁科技，都需要晶核。所以解决生存问题后，就是杀丧尸和一种给战车升级。等战车升级到能够突那边的防御，他就会让那个人渣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，城区马上就会沦陷，要趁现在赶紧出城。前方忽然有一辆车疯狂变道，撞击其他车辆，不断有人被他逼停或是撞上护栏。这个人纯粹就是以此为乐，亡命之徒，我喜欢。诸葛挂档加速，快速逼近那辆黑色轿车。奶奶的，都去死吧！坐在驾驶座上满脸横肉的光头恨恨说道。忽然看到诸葛开着跑车从后面过来，看我不逼停你，换辆跑车玩了。等到靠近他的时候，忽然他一个急转，朝诸葛撞来，结果碰撞这后跑车的我领走，那辆 SUV 直接失速撞到路边，瞬间起火，不一会光头就被大火吞噬。2033年8月27日，一场病毒风暴将席卷全球，末世爆发，全球大部分的人类都发生变异，到处丧尸横行。此时诸葛已经来到会城市的最外环，要开上去工厂区的路，就要再经过最后一条汇集路段。这条路上汇聚了所有的出城车辆，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。军队在高速路的出口设立了关卡，诸葛混在车流里缓缓向前，他不需要上高速，只用拐进前往工厂区的道路。高速绝对是末世里最危险的地方，随便一个路段出现问题，整条高速都会瘫痪。虽然前进缓慢，但在军队的威慑下，没有人敢乱来，一切都还有条不紊。但这份宁静没持续多久，就被一阵枪声淹没。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离诸葛不远的一个军人小队正对着后方开火，通过后视镜看去，一股尸潮正在向这边涌来。上百只骇人的丧尸涌进这片区域，他们扒在那些无法动弹的车边，空间过于狭小，战车没有足够的加速区域，光靠动力也不足以推开这马路上成百上千的车辆。军人小队的枪声吸引了部分丧尸，他们越过中间的车辆，疯狂地奔向开火方向。有人准备从天窗爬出来逃跑，刚看出一个头，就被丧尸给咬爆了脑袋。这些丧尸咬不破战车的装甲，但如果军队无法抵挡这波丧尸潮，自己将会永远被困在这里。情况不容乐观，丧尸和军人的战线越来越短，军人小队正在边打边退，他们要放弃这段道路。危急时刻，诸葛忽然意识闪动，一颗晶核出现在异能空间的拾取范围内，立马反应过来，这是有丧尸被击毙在自己的车边，死了之后吸出了晶核，还可以这样。他立即拍下喇叭，鸣笛声立刻吸引了部分丧尸。这些丧尸对声音很敏感，大批丧尸转过头冲向诸葛，这大大减缓了军方小队的压力。他们迅速清理完前线的丧尸，这些一代种丧尸的攻击力相对于战车的防御来说还是过于低了。
队长看见那辆满是丧尸的车，明白小队之所以能够击退丧尸，是因为这辆车吸引了很大一部分。全体都有向黑色跑车丧尸目标开火。散雨瞬间覆盖了战车所在的区域，那些被吸引在一起的丧尸变成了军队的活法子。战车损伤程度63%。不过通过这一次自我牺牲，战车周边又死了20-30只丧尸。诸葛已经成功获得了5个金盒，白嫖军队的火力也太爽了，竟然这么快就集齐了5颗金盒。A 小队向目标前进，营救被困人员，其他人原地警戒，谨防丧尸来袭。现在他的首要目标是冲出这个地方，他可不想被军方询问战车的事。他再次打开升级面板，点击引擎模块的烈火冲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系统提示烈火冲锋加载完毕。烈火冲锋模块一共分为3档，现在解锁的只是第1档。第1档需要消耗 200L 燃油，冷却时间6小时，可以提供相当于当前发动机3倍的动力。竟然一次就要消耗 200L， 目前的油箱才只有300升，庆幸自己在路上加满了油。军方小队离他越来越近，不能再等了，按下烈火冲锋的按钮。燃料输入中，10%、20%、100%，燃料输入完毕。战车如炮弹出膛般冲破防护栏，飞出了道路。战车的速度已经达到恐怖的700千米每小时。整个过程持续了3分钟，燃油耗尽，加速结束。短短3分钟就已经开出了20公里。开车朝着自己第一个目标出发，大型连锁商场的仓库，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囤货之路了。开了几公里，到达了工厂区，这里是各种食品和物品的仓库。把这几个仓库搜刮完，那真是几辈子都不用愁了。按了2下喇叭，仓库里飞奔出几只丧尸，直接开车碾碎。确保仓库里没有丧尸之后，一脚油门冲进仓库，正式开启自己的零元购之旅。他最先来到食品区，各种膨化食品、进口糖果、巧克力、高档酒水饮料，有多少收多少，一点不浪费，不需要给别人留。平民百姓根本得不到这些物资，那些大势力马上就会来搜刮这些地方。服装区、器材区、家电区，统统都逃不掉，不管用不用得上，先囤进空间里再说。这一世，他再也不会为了一口吃的跟别人拼命，他要成为这末世的掌控者。清空了一整个超巨型仓库，把车头调转向冷库。冷库里藏有各种各样的肉类，牛肉、羊肉、猪肉，还有各种海鲜。虽然不如现在的新鲜，但在末世里，谁还管这些东西？检测到大量物品存入，解锁异能空间新功能智能存储。异能空间拥有将物资自动分类储存堆放的功能，并提供解锁权限，可以通过意识解锁想要的物品，所需金盒5。这个技能不错，可是竟然要花费5个金盒，这对于前期来说还是太奢侈了，毕竟这不能提供安全保障。清空那些丧尸的时候，反而意外的获得了2个金盒，花费1颗金盒修复了战车。另1颗金盒他打算留着升级武器模块，加特林机枪。有了这个技能，自己就可以吸引丧尸群，快速消灭他们，提高获得金盒效率。离开厂区，来到了不远处的地方休息一下，忽然发现远处有一个车队正朝这边驶来，拿出望远镜查看，发现丧标就在其中，怪不得能这么快形成大型庇护所。原来这些人都对末世早有准备。因为在末世，物资是唯一硬通货，谁掌握的物资越多，谁就拥有更大的权利，所以这仓库区必然是他们争夺的重要地点。不过现在不再是了，这里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，现在还不是和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，自己的实力还不够强大，不过清算之日终究会来临的。现在首要还是先找一个地方刷怪收集金盒，选择来到一个小镇，是前期丧尸的最好选择。远处发现一个房间有浓烟冒出，难道那里有幸存者？慢慢开进小镇，发现有一大群丧尸正聚集在一起，听声音房子里面还有许多丧尸，运气好的话不久就可以解锁武器模块，开启保龄球模式，一轮下来获得1个金盒。不得不说这个爆率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忽然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，一辆车子朝着诸葛的方向开来，难道是其他势力过来这边收集物资？对方只有1辆车，只要没有重型火力，自己还是不怕的。
不久，车辆来到诸葛附近，停了下来。从车上下来几个年轻人，手持冷兵器。哥，你是一个人吗？是的，末日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你快点离开吧，这里很危险。西南方有个废弃厂房，那里是我们的幸存者据点，有食物和水。你赶紧过去，那里很安全。我们先去救援幸存者。我暂时不用，你们是来救人的吧？我可以帮忙，主要是舍不得那些丧尸。说完按下喇叭，又有一群丧尸冲了出来，启动战车继续一轮碾压，清理了街道上的丧尸，又获得了一颗晶核。此时楼房里的丧尸基本都被吸引出来消灭完了。你们可以去救人了。哥，你太厉害了！说完，他们朝楼里走去。不久救出一对夫妇，安顿好他们上车。谢谢哥出手相助，我叫王子彤。我叫麦麦。我叫你好。我叫诸葛。等下跟我们一起回据点吧。不了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。此时刚才就上车的那妻子对丈夫说：你的伤口没问题吧？要不要和他们说一下，回去给你包扎一下？废什么话，没见刚才他们说有可以伤口就要先隔离起来吗？你要害我？那我不说就是。出于安全考虑，一路将他们护送到据点门口。此时门口站着一个拿着弩枪的女人。小镇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幸存者？我们救回了一对夫妇，那位开着跑车的是？我叫诸葛，刚才在小镇碰到他们救人，我就顺路送他们回来了。诸葛可厉害了，刚才在小镇那里，他一个人开车干掉了几十个丧尸，我们才能轻松救人。我叫艾琳，谢谢你的帮助。我们这里是一个幸存者组织，最开始爆发丧尸潮的时候，我们几个相遇，一起躲避丧尸。经过不断努力，我们也囤积了不少物资和救援了不少幸存者。在末世，大家团结在一起，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。你也一起加入我们吧。暂时不了，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。我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去收集足够的晶核，升级战车。我可不想就那么快躺平。你们救人是好事，不过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，在末世最要防的就是人心，为了物资反水的比比皆是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们也会注意的。而且现在也只有我们几个有武器。刚才你们救的那俩夫妻要注意，我总有个不祥的预感。放心好了，他们难不成还能对付我们几个吗？好吧，那祝你们好运，我也要走了。如果你办完事情了就回来这里吧，大家一起有个照应。好，说完开车继续找丧尸刷晶核，在镇上跑了一阵，清理了一些零碎的丧尸，查看了一下仪表盘，油量只剩下210升了。为了确保安全，时刻都注意把油量维持在200升以上，这样才能随时发动烈火冲锋逃跑，不战略性撤退。来到一处空旷地带，从异能空间拿出一桶油，先把油加满。要是有个自动加油系统就好了，这样就不用下车，也安全点。忽然感觉背后凉飕飕的，直觉告诉我有点不对劲，先上车再说，赶紧停止加油，迅速上车关门。就在同时，一个丧尸飞跃的扑向旁边，还好反应快，不然就完蛋了。这个还是一个特种丧尸追猎者，身手灵活，最擅长就是飞扑猎物。不过此时他对战车毫无办法，启动战车，这特种丧尸肯定有晶核，送上门不要白不要。听到启动声，追猎者也赶紧逃跑，眼看就要撞上他的时候，忽然一个翻滚，居然躲到了墙上。好家伙，身手不错，不去做运动员浪费了，赶紧掏出手枪，降下车窗朝他射击。由于对付的敏捷躲闪，加上诸葛的感人枪法，各种人体描边，追猎者见状索性不动了，这妥妥的嘲讽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浪费子弹不说，要是被人拍到传到网上，哪里还有脸见人？看来不得不让他知道什么叫计谋。从空间拿出一块牛排，然后又找出之前在仓库搜刮到的麻醉药，据说当年抓金刚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款。找来一个针筒，将药打进牛排，这剂量别说一个丧尸金刚都顶不住。处理完后，将肉扔了出去，血淋淋的肉对丧尸可是难以抗拒的诱惑。把车后退了一些，给他留的安全距离。果然，等我后退了之后，他就迫不及待的跳下来啃食牛排。慢慢的药效开始发作，找准时机启动战车，或去给他致命一击。一颗晶核掉落出来，终于凑齐5颗了。毫不犹豫的点击升级武器系统，
加特林机枪升级完毕。好想跑到丧尸群面前大喊一句：“还有谁？”此时的幸存者据点，麦麦正拿着食物分发给其他幸存者。在这里，他们几个管理着食物等物资的分配权，毕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食物等物资的合理分配。怎么那么少？我们俩都好久没吃肉了。午餐一人一个面包，一瓶矿泉水，规定就是这样的。你们不是说囤积了好多物资吗？你们就分这么一点，其他的你们都藏起来自己吃了。没有，我们只是集中管理食物，统一发配，这样才能确保不浪费。什么浪不浪费？这些食物是你们的吗？你们有什么资格管？大家来评评理，这些东西吃得饱吗？你闭嘴吧，谁把你救来的？不知道是吧？不吃就滚出去。就是。显然，其他幸存者并没有站在男人这一边，毕竟他们当初都是被艾琳几个救回来的。大部分人还是懂得感恩的。男人见没人帮自己，脸色一沉，领完物资就向楼上走去。艾琳看着男人的身影，想起了刚才诸葛和他说的话。这些人有没有脑子啊？那几个毛头小子分明就自己占着大量物资吃独食。大哥，我们赞同你。两个社会青年拉开他们隔间的帘子走了进来，一脸坏笑。这两人可是以前镇上的小混混，艾琳他们真是救人什么都不挑。我们也收购了那几个黄毛丫头。你们有什么打算？他们就是靠手上的武器才作威作福，加上他们人多，之前我们就两人不敢行动，现在加上你们，我们等他们分开的时候配合偷袭。说完一拍即合。小妹妹，你有感冒药吗？我老公好像不舒服。此时你好刚从洗手间出来，那个妇女就找准机会问他：你去外面，我拿给你吧。要不你先上去帮我看看吧，我感觉他很难受。那我先和其他伙伴说一下。就看一下，干嘛还要和其他人说的？难不成我还会害你？之前他们有说过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最好不要单独去其他幸存者的房间。可是她还是太单纯了，没有多想就跟着上楼。刚一进门就被她老公牢牢的控制住，一阵尖叫声也吸引了其他人，一把铁叉顶在你好的脖子上。艾琳一行人听见尖叫声，连忙冲向楼上，层层围住了那个老王。别过来啊，过来他就小命不保。老王到墙角恐吓着逼近的众人：你特么的快给我放下刀！王子彤大声喊道。艾琳和阿秋手持弩箭，却无可奈何。老王缩在你好的背后，他们不敢用他的命做赌注。突然敲打声响起，王子彤应声倒地，站着他后面的红毛扔掉他手里的板砖，捡起他的武器。与此同时，阿秋也被绿毛击倒，绿毛也顺势捡起了他的弩箭。此时己方只剩艾琳和麦麦，形势瞬间逆转，对方持弩箭和艾琳对峙。把弩箭扔过来。艾琳没有动，她死死拉满弓，眼神中充满了悲愤。他们手上还有你好作为人质，他故意没有伤害两个女生，准备留着之后好好享用一番。此时老王的手更加用力的顶在你好脖子上，疼的你好又尖叫起来。艾琳依旧没有松开弓，他知道要是交出武器，一切就都完了。忽然老王啊的一声，手中的铁叉掉落，你好也赶紧跑开。老王开始变异了，一下就把身旁的老婆扑倒啃食。趁着其他人都被变异的老王吸引，艾琳赶紧从旁边的窗口跳窗逃跑。摔在地上之后，他忍着剧痛爬起来，向广播站前进。看到艾琳逃跑，红毛火气上升，直接一剑将变异的老王爆头，顺便让小弟绿毛解决掉被咬伤的女人。处理完后，他从王子彤身上拿到了仓库的钥匙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刚刚试验完武器模块，加特林猛烈的射速能在几乎瞬间就让生命体丧失。现在就是要找一个丧尸聚集的地方刷晶核。就在这时，从远处广播大楼的喇叭传来了广播的声音：诸葛先生，幸存者营地危险。听声音能听出是艾琳的声音。当初他就觉得那对夫妇有问题，加上他们什么人都救，在末世太圣母容易出事，没想到那么快就发生了。艾琳焦急的声音混杂着电流声在城市上空一遍遍重复。此时的艾琳正在广播大楼重复的呼叫，她不知道诸葛是否会回应，对方没有任何理由要以身犯险。广播大楼原本是丧彪的巢穴，由于之前诸葛提前清空了附近的仓库，导致他没有收集到物资。
不得不去到更远的地方寻找物资，重新建立庇护所。巨大的声响也引来了大量的丧尸聚集在广播大楼下面。由于刚才逃跑的时候摔伤了腿，导致行动不便。如果这个时候大批丧尸冲进来，那他将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。忽然，远处传来了跑车引擎的声响，只见那辆熟悉的战车正向他开来。他怎么会来？广播站自己说的明明是幸存者营地，这里有成百上千只丧尸，冲进这丧尸巢不就是送死吗？来多点，再来多点，我赶时间，你们一起上吧。诸葛坐在车里，美滋滋的等着丧尸聚集。这下赚翻了，扩音器吸引的丧尸比自己忙活一上午要多好多倍。难怪以前商场、地摊什么的都要扩音器宣传，吸引人群都是一个道理。随着加特林的火舌喷出，成片丧尸顺势被消灭，晶核也不断的增加。他打开面板，晶核数量已经到达了24个。有了这么多晶核，第一个任务当然是升级。先升级了异能空间，这增加的3米对于物资收集等都十分的方便。接着是工程锤，这能够大大提升战车的冲撞杀伤力。接着他选择了优质燃油，能够提升所有燃油技能的效果。点了这个技能，烈火冲锋已获得加成。工程锤升级中，优质燃油升级中，异能空间升级中。连续升级3个技能，花费20个晶核。那升级带来的满足感和各种机械零件叮叮当当的声音，点燃了诸葛的血液。艾琳看着地上被消灭的丧尸，不敢相信，刚才还已经对生存不抱任何希望了。他慢慢的走出广播大楼，朝诸葛走去。红毛一伙人掌握超市大权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减少超市内的人员，同时还招募了几个肯卖命的男性。就凭营地的物资，根本不可能养活这么多张嘴。那些蠢学生还一个劲的就能回来，读书读傻了。除了年轻的女孩，其他人全部都赶出庇护所。有人想要反抗，直接被他一剑射穿大腿。看着这形势，其他人也不敢反抗了。我们也不是什么恶人，只是食物不够，大家聚在这也是等死，不如出去寻找一线生机。此时麦麦和你好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，王子彤和阿秋也被关在另一个房间。由于伤势严重，他们还在昏迷中。前面的广播他们也听得清清楚楚，把他们留着做人质，以防万一。那个艾琳去找救兵，小弟问道：那2个男的怎么处理？过几天扔出去喂丧尸。此时艾琳正和诸葛坐着战车往幸存者营地方向驶来。在车上，艾琳和诸葛讲述了之前发生的一切。他们不过萍水相逢，诸葛本不想冒这么大风险去救人，毕竟去到那边要下车前往楼上。考虑到是艾琳的广播，才让自己有机会快速积攒晶核和升级战车。而且异能空间的升级，让诸葛想到了一个可以万无一失的拿下幸存者营地的方法，他这才答应去营救他们一行人。不过这次营救，诸葛也有自己的私心在。这漫漫长路，一个人总是难免觉得寂寞，而且自己正好缺一个射手类的队友。圣母心泛滥是末世生存的大忌。如果艾琳能在这次经历中学会这个道理，那他几乎契合诸葛招募队友的所有条件。即将到达目的地，和艾琳交代作战计划。沟通完作战计划，从异能空间里挑了一套新衣服。白色衣服容易弄脏，不太符合末世生活。换好衣服，整理好装备，开车来到营地门口，发现路口已经加装了几个路障，不过这些都不是事。一脚油门直接冲过去，升级技能空间后，拾取范围增加到了3米。只要靠近3米范围内，他可以拾取一切物资。这就是诸葛为什么愿意来救人的原因。巨大的震动声音惊动了红毛他们。我操，我武器呢？一个小弟喊道：我靠，我的衣服呢？红毛众人不知所措，东西为什么会凭空消失？大白天撞鬼了？他手里的弓弩也消失不见了。脚步声从楼梯传来，一个帅气的身影出现在他们视线中。诸葛手举格洛克缓缓靠近他们，看着衣冠不整站在原地惶惶不安的众人，诸葛笑道：不好意思各位，时间太紧，操作有点失误。艾琳也举着弓弩对准他们几人，别怕，他那枪肯定是假的，那弓只能射1发，我们一起上，他们肯定打不过我们。说完，两个小弟朝诸葛快速移动过来，2声枪响，其中一个小弟当场倒地，另一个想上来也被艾琳一剑干掉。
其他人见状不敢向前。大哥给个机会，我想做个好人。对呀，其实我们也是被那个老头蛊惑的。我可以给你们当苦力。我妈曾说过，我天生有才必没用啊，不是天生我才必有用，留着我还有用的。还没等红毛说完，一支箭正中眉心，红毛应声倒地。诸葛也开枪解决了另一个小弟。虽然有些残忍，但是在末世不能心软。艾琳也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当初就是心软，什么人都收留，才会导致今天的局面。艾琳把麦麦和你好从房间放出来，然后他们一前去照看了王子彤和阿秋。你好是医学专业的，在他的治疗下，两人都没什么大碍。诸葛从异能空间留下了一批食物和水给他们。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，你们就好好在这里休养吧。切记末是不要再去乱带人回来，人心难测。我和你一起走吧。你好，妹妹，你们两人好好照顾他们。什么学姐，你要走啦？两人不可置信。我的命是诸葛先生救的，我想留在他身边，有事也有个照应。告别了同伴之后，来到车上。我们去哪，诸葛先生？你就叫我诸葛吧，不用那么拘谨，带你刷怪去。这里是宏远仓库，会城是最后的避难所。为了人类火种的留存，我们将为你们提供安全庇护。向我们提供你们的地点，我们会前往救援。到达广播站，诸葛在话筒处留下一个 MP4， 里面有自己提前录好的音乐。这神乎其神的音乐，想必能让丧尸们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。随着广播响起，大量丧尸又开始聚集，但广播站周边因为清理过一次，所以没什么丧尸。开车跟着丧尸来到某个广场，这里已经汇集了大量的丧尸。诸葛对艾琳说道：“看好戏吧，加特林走起。”说完按下射击键。在猛烈的攻击下，大批丧尸纷纷倒下，一下子30颗晶核入账，算上之前剩下的晶核，现在自己一共拥有34枚晶核。打开升级面板，工程锤2进一步提升车头防御力，并可将车前锥形钢板抛射出去，所需晶核时。绞肉机将工程锤切换至绞肉机形态，锥形钢板展开成9片链锯，让敌人碎尸万段，所需晶核5。烈火冲锋2在车尾加装4个燃油喷火口，可以消耗油量提供动力，让战车瞬间加速，所需晶核10。油量管理允许调整烈火冲锋的油量，动路可随时开启关闭。烈火冲锋所需晶核5。加特林机枪2增加多一挺加特林机枪，火力翻倍，所需晶核10。隔热装甲增加一层隔热层，可隔绝车内外绝大部分的热量交换，所需晶核5。当前战车等级无法继续升级。异能空间3，当前战车等级无法继续升级。智能存储，异能空间拥有将物资自动分类储存、堆放的功能，并提供检索权限，可以通过意识检索想要的物品，所需金额5。晶核实验室，研究晶核以解锁更多战车功能，所需晶核100，其余功能待解锁。诸葛注意到那些当前战车等级无法继续升级的按钮，不能升级。战车唯一一次升级就是自己刚进入这辆车的时候，当时显示是D级。按照系统的意思，应该是现在自己有些技能已经升级到了 D 级战车所能够解锁的最高等级。想要进一步解锁，必须提升战车等级。这就像自己玩过的一些游戏一样，想要学习高级的技能，必须自身的角色等级足够。检测到有技能升到最高等级，是否需要查询战车升级条件？当前战车等级 D 升级至下一等级 C， 需要2枚2级晶核。诸葛低头思考起来，2级晶核需要从2代异变生物身上获得，这些吞噬了大量生命的完成进化的2代种，和1代种相比，战斗力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2级晶核可遇不可求，先把战车的基础技能升满。首先是配套的隔热装甲和加特林机枪，刷怪技能先点满。接下来选择了烈火冲锋2和油量管理。艾琳看着战车升级界面，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你这辆战车太厉害了吧？你是靠击杀丧尸来升级的吗？是的。难怪你看到丧尸那么兴奋。走，带你去下个地图观光。好呀。启动战车前往下一个小镇。忽然电台传来一阵广播：广大的幸存者们，
这里是宏远仓库，会城市最后的避难所。为了人类活着的留存，我们将为你们提供安全庇护。向我们提供你们的地点，我们会前往救援。这个声音，诸葛化成灰都记得是丧彪的声音。没想到这一世，他们这么快就开始广播了。难道因为自己掏空了仓库，导致他们的物资也没有前世那么富足？而且这一次，诸葛发现他们的内容不再是让别人前往避难所，而是报告自己的位置，让他们来救援。这明显就是要抢那些幸存者的物资。看来自己重生后做的一些事已经产生了蝴蝶效应。经过一个下午的时间刷丧尸，诸葛现在拥有的晶核已经来到了133枚。没有着急升级，他开着战车来到了一个小镇唯一一个加油站。之前储备的燃油几乎快要消耗完了，现在需要储备更多的燃油。加油站里胡乱停放了几辆车，显得冷冷清清。确保安全后下车，艾琳也拿起了自己的弩箭。忽然附近传来了动静，好像有个人在那边。诸葛看过去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可能觉得是艾琳太紧张了，产生幻觉，继续加油，顺便还拿出几个油桶加满备用油。毕竟在末世这种不可再生资源非常稀缺，除了食物和水源，油就是末世的硬货。各大势力也都是为争夺这几样物资大打出手。忽然在远处的房间里传来了女人的哭声。那个是幸存者还是丧尸？在末世外面这种危险环境，基本是丧尸无疑，没有哪个幸存者会孤身一人暴露在没有庇护的地方那么久。此时艾琳举起手里的弩箭，慢慢向声音传来的地方走去。由于这里是加油站，诸葛没敢用枪，毕竟一不小心可能就大结局。小心点，别离车太远，有危险。马上跑回车。忽然那个人一扭头，看到他的样子，差点没把艾琳吓一跳，居然是个长相丑陋的感染者。随着一阵凄厉的叫声从他口中传来，紧接着他转身朝我们冲了过来。艾琳赶紧朝他发射一支弩箭，虽然击中他的身体，可是对他造成不了伤害。而这一举动似乎更加激怒了他，他的嘴巴张开到了惊人的程度。我们赶紧上车，骇人的尖叫声响遍整个加油站区域。诸葛也感受到阵阵眩晕，异能丧失。诸葛惊觉，怪不得加油站周边这么安静，这里的所有低级变异者都被他给吞噬了。刺耳的声音不断冲击着他的大脑，身体正在逐渐丧失知觉，自己已经无法操控四肢了。他来到车前，用双手不断的击打车辆，他的手指就像钢针，十分锋利，换作普通的车辆早就被他撕碎了。由于被他强力的尖叫声干扰，诸葛和艾琳两人的意识都开始慢慢的变模糊。这种声煞攻击太强了，有点像索命梵音。诸葛咬咬牙，用仅剩的意识启动了战车。面板显示战车的护甲载已经降到 73% 了。先打开车载音响，挑选了一首劲爆的摇滚乐，最大音量的死亡摇滚声从音响里传来，盖过了异能丧尸的尖笑声。果然，他判断异能丧尸的声波拥有让敌人陷入混乱的效果，甚至还能够操纵一种。屏蔽了控制技能，他的意识重新清晰起来，马上加大油门，打算将异能丧尸碾碎。没想到他有惊人的力量，车子被他双手顶着无法前进，只能原地烧胎。由于在加油站无法使用加特林，仅有的冲撞攻击现在也对他无用。自从有战车以来，自己还没遇到过这么大的威胁。看来异种的战斗力比起普通丧尸还是要强大很多，现在必须要升级了。工程锤2升级中，绞肉机升级中，智能储存升级中，晶核实验室升级中。由于事态紧急，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什么优先性了。花费120个晶核升级了所有能升级的技能，特别是2级工程锤。升级完这些技能，地级战车能够升级的技能就已经全部加满了。现在这是一辆顶配地级战车，战车升级完毕，现在可以控制工程锤和绞肉机形态了。赶紧快速倒车，拉开一段距离，然后按下开关，车头立马分裂出一个高速旋转的巨轮，紧接着将它抛射出去。巨大的巨轮撞在他身上，并没有直接穿透，这换成是普通肉体早就被碾碎了。不过巨轮还在原地转动，在他身上不断的有液体喷出，怪不得叫绞肉机。奈你防御再高，
也经不住耗。此时丧尸还在拼命的嘶吼，不过随着绞肉机不断的攻击，他的生命力也在慢慢的耗尽。最后一阵撕裂声传来，那个异能丧尸被绞了个稀巴烂。攻击完成，巨轮自动回收到车里。这个武器太牛逼了，在热兵器无法使用的情况下，它就是神。诸葛兴奋地赞赏这个技能。此时一个2级晶核出现在眼前，消灭了异能丧尸。诸葛从异能空间中取出了那块2级晶核。这是什么？2级晶核就是从那个异能丧尸身上弄下来的，这是丧尸拥有异能的关键。好漂亮！艾琳看着诸葛手里那颗玛瑙般透亮的晶核，发出赞叹。打开面板，所有技能都已经升满，只剩下升级战车的那一栏。将战车从 D 级升至 C 级，所需2级晶核2。晶核实验室解锁，解析对象2级晶核，解析可获得技能生物雷达。解锁后，战车可开启声呐探测，检测500米范围内的所有生物，解析花费对应2级晶核1枚，10枚1级晶核解析时间12小时。生物雷达这个技能似乎很强力，加在这个技能之后，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再次遭遇这样的突击。原来晶核实验室可以解析异能晶核，然后获得相应的技能。这也太强了吧！后期那些强大的异能不是都能获得？那究竟是现在选择解锁生物雷达，还是等凑齐2个2级晶核之后选择升级战车？诸葛斟酌一番之后，选择还是凑2级晶核先，因为解锁战车新的等级迫在眉睫，战车升级后迎来的可能是全方位的提升。决定好之后，启动战车离开加油站。这一次的收获可谓盆满钵满，不仅掏空了一整个加油站，还意外收获了1颗2级晶核。夜幕降临，他们找到一处还没断水、相对安全的房子，两人轮换着洗了澡，吃了些东西，好好的休息了一晚。启动汽车，附近小镇已经没有多少丧尸了，还是要回到人口密集的城市。那边也有更多进化的丧尸，虽然也是各大势力必争之地，但是机遇也会更多。正所谓富贵险中求，来到城市的街道，这里已经混乱不堪。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发动机轰鸣的声音，2辆车出现在诸葛视线。在末世中不躲在避难所里，反而开着大排量的改装车在城市里招摇过市。这些人肯定不是一般人，很有可能属于某个基地势力。他们也发现了诸葛的车，全力朝这边开来。他们是坏人吗？末世不分好人坏人，只分利益大小。车辆靠近后，不断按着喇叭挑衅，不时还猛踩地脚油门，引擎发出阵阵轰鸣。诸葛看到车身上有个骷髅图案，下面写着死亡天使，看来他们是属于某个势力负责出来收刮物资的队伍。忽然他们带头的下车走了过来。兄弟车改装不错，不过你这排量应该不太行，装这么多东西很难跑得快。你也知道现在什么世道，要不要来我们这帮你改造，保证比你这改装的更好。诸葛答应了他要去，他打算跟着这个车队，可以了解一下死亡天使的实力，或许还可以打听到其他据点的消息。不如加入我们，让弟兄们照顾照顾你。说完还对艾琳抛了个媚眼。哎呀，小美女要不要来哥哥车上玩玩呢？艾琳没有理会他。别废话了，出发吧，我跟着你们。可以，那我们带路，希望你这小车能跟得上。回到去，小弟问他，大哥怎么样？女的不错，我喜欢，男的回去当苦力。怎么不现在直接抢过来？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这种高冷的女人来硬的不行，要靠咱的魅力征服她。启动车子前往他们的目标区域，来到一个商场门口，大批武装人员全部下车，他们手上都有枪械，难怪可以那么招摇，在外面乱跑。打开喇叭，瞬间商场了跑出一堆丧尸，他们则在门口火力覆盖，不一会就把丧尸消磨殆尽，随后进入商场收刮物资，外面留下几个人警戒。不久他们满载着物资装车，带头的故意走了过来。兄弟，刚刚不会把小美女给吓到了吧？艾琳依旧没有理会他。小美女脸都吓白了，别怕哦，我会保护你。兄弟，看你俩样子也没见过这场面，没事儿，末世就是这么残酷，
在他们讲话期间，诸葛已经偷偷把物资全部转移到异能空间。他们这次的任务最主要其实是为了一块2级晶核。有情报显示，在老城区一个废旧工厂很有可能诞生了一支2代种。之前的外勤部队在那里失联了一整支车队，所以首领给他配了一辆装有重火力的车，让他拿回这2级晶核。接着开车来到了那个废旧工厂，老规矩开喇叭吸引丧尸。普通丧尸在这种火力面前根本没有活路，不一会就被他们消灭。正在他们得意的时候，忽然一声巨响，整个厂区都有震感。不久，一个体型巨大的变异丧尸出现在眼前。巨型丧尸出现后，带头的赶紧喊道：“快开枪！”此时被吓懵的众人开始开枪射击，轻武器对他造成不了伤害，只有车上那挺重机枪勉强能对他有点用。可是只有一挺机枪火力明显不太够，毕竟他的射速也一般。如果是2挺高射速的加特林就另当别论。巨型丧尸被击伤后，愤怒的朝重机枪方向走来，其他人吓得赶紧后退。只见他来到卡车面前，双手抱着车头，一下就把整辆车抛了出去，随后朝着其他人走去。那个带头的赶紧往后跑，此时其他众人已经被吓得腿不听使唤，停在原地，直接被他一脚震倒在地。看到这种情景，他也是吓尿了。由于他的跑车离丧尸太近，直接朝诸葛方向跑来。兄弟，快让我上去！大哥，对不起，我这跑车双座的没位置。没位置了！听到这话，他快哭了出来。诸葛没有理会他，启动战车。丧尸已经一步步逼近，那个人见状赶紧逃跑。只见诸葛切换出绞肉机模式，然后将他抛射出去。绞肉机的伤害不足以消灭巨型丧尸，不过却能够阻碍他的前进，为加特林机枪提供更多的火力输出时间。随着机枪马达转动，猛烈的火舌不断喷出。每分钟6000发的射速是普通机枪的10倍，2挺一起开火，耶稣都保不住他。加上绞肉机不断的破防，最后一声巨响，巨型丧尸就只剩2条腿和一堆粘稠液体停留在原地。那个带头的看到这一幕，瞬间感叹不已。自己带的小队面对他都坚持不到1分钟，结果居然被这小子一下子干掉了。其实诸葛当时内心也是慌的一逼。但是在艾琳面前，他一直强忍镇定，毕竟自己也是第一次对付这个巨型丧尸。此时艾琳已经是一脸崇拜的看着诸葛。刚才没被吓到吧？刚开始我挺害怕的，不过看到你那么冷静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有信心消灭他。带头的此时也是对诸葛另眼相看，恨不得认他做大哥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让人找下东西，然后就带你回基地。说完，走到一众倒下的小弟附近喊道：“别装了，没死的都给老子起来，去找2级晶核。”只见地上几个人马上起身去。好家伙，这帮人居然都是装死的，不去演戏太浪费了。搜寻了一番也没找到那个2级晶核，因为那颗晶核此时已经静静的待在异能空间里面了。一个小弟对带头的说道：“老大，晶核没找到，物资也少了一车，我们回去怎么和首领交代？”你看那人和他的车那么牛逼，我给基地招募到这种人才，首领肯定会高兴。诸葛在车上打开晶核实验室界面，解析对象2级晶核，解析可获得技能肉装增值，解锁后战车可开启血肉盔甲，可以吞噬被战车撞死的血肉生物，升级防御力，成长有上限。解析花费对应2级晶核1枚，10枚1级晶核，解析时间1天。这个技能对他来说不太实用，还是生物雷达更强。随后一行人出发前往基地。死亡天使的基地位于南城市北边，坐落于一个城乡结合部的产业园，是末日前收集到的7处物资汇聚点之一，都在城郊。因为在城中心难以掩人耳目，靠近基地的道路上遇到了返程的其他车队。看车队配置，他们明显更豪华，无论是车辆火力配置还是装载容量配置，看来他们这次是满载而归。此时那车队的领头车辆赶了上来。乌鸦，怎么就剩你一辆车？跟在你后面的货车怎么来的？什么货车？他可是一个人干掉了巨型丧尸。你不会吧？首领给你安排了一辆重火力的车，最后居然还是靠别人干掉目标。面对嘲笑，乌鸦也只能忍气吞声，毕竟自己没本事消灭目标，难免被人耻笑。车队缓缓靠近园区，
入口处设满了障碍和关卡，看起来这里的防御相当于一个军事基地。看来红色天使这个组织规模还挺大的。进入基地，来到一处空旷的地方，其他人员赶紧下车排成一队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忽然听到开门的声音，一个女人出现在众人眼前，另外一个车队的头目赶紧和他汇报任务情况。他是你们的首领吗？诸葛对乌鸦说道：是的，他是我们的首领安琪拉。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居然能成为末日基地的首领，诸葛感到有些吃惊，心想她肯定不简单。挑选了其他车队带回来的幸存者，送进了金属塔，然后对乌鸦说道：二级晶核到手了吗？首领大人，虽然我们杀死了一只巨型丧尸，但我们没有找到晶核，损失了一辆战车，还没找到晶核。我带回了一个。还没等他说完，就被一脚踢了过去。这女人够凶狠，能当上首领果然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，而且好像这里的人都很怕她。刚才乌鸦像被夺了魂似的。异能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安琪拉应该掌握了精神控制类的异能。人类怎么获得异能？和自己一样解锁系。正当诸葛思考的时候，无意间和安琪拉对上了视线。他是谁？乌鸦带回来的，说是改装车高手，据说那个巨型丧尸就是他给干掉的。叫什么名字？诸葛。正当诸葛告诉了他的名字后，忽然感到脑海一阵噪音响起，周边的世界也仿佛变成了一片火海。这是异能。诸葛快速意识到，只要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，就可以控制对方的精神。回答我，你来基地的真实目的。完了，诸葛意识到大事不妙，嘴巴不受控制的想要将脑子里的真实想法全部吐露。这些东西要说出去，这女人肯定会给我脑门上开个洞。就在他要张嘴之际，检测到宿主意识正在被强制下线，是否需要召回？召回。诸葛意识快速闪动，还好有系统。召回中。你这召回直接放电了。虽然方法粗暴，但痛苦过后，诸葛发现安琪拉和周围的世界都变回了原样。虽然回到了现实，但脑海中安琪拉的声音依旧在回响。他不知道我脱离了控制，以为我还在他的幻境中。那我现在说的任何话，他都应该是100%相信的。诸葛瞬间明白了这异能的机制，准备来个将计就计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模拟幻境中的感觉，缓缓开口道：我们物资短缺，想加入基地获取物资。说完，诸葛觉得这几句还不够忠诚，又添上几句。看见首领之后，我被首领魅力折服，我要为他和基地付出一切。乌鸦丢失的2级晶核和物资与你有关吗？没有。诸葛斩钉截铁。你开车处理的一只巨型丧尸。是的。希望你和你身后的女人能尽快证明你们的价值。基地不养闲人。这次声音是从他的嘴巴里发出来的，证明他已经取消了精神控制。愿为基地效劳，重振基地荣光5倍，义不容辞。你的车作为领头车，代替乌鸦接管3号车队。首领大爷，他才刚来，怎么就能当领？乌鸦话说到一半，安琪拉眼神中的寒意射出，吓得他吞回了后面半句。安排他们登记。我们要加入这个组织吗？艾琳终于忍不住发问。他对这些人毫无好感。诸葛摇摇头，只是暂时的，等我们获得了想要的情报，再拿下这个基地。那个女人好像不一般。不止那个女人是异能者，人类异能者。你之前只说过丧尸会拥有异能。对，人类是不会自主产生异能的，所以这些秘密估计就在金属塔里。还有那些被他挑选出来进入塔里的幸存者，他们有什么作用？末世还没爆发几天，这个组织就能建立如此完备的末日基地，这背后有什么势力？这些情报对我们在末世中的生存至关重要。金属塔地下2层作战会议室，一块巨大的液晶屏正显示着战车所有的信息，以及诸葛和艾琳2人的背景资料。你们怎么看？安吉拉问道。这辆车改装的十分普通，根本不用扫描，稍微有些修理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。我不相信这辆车能对抗巨型丧尸。在我异能控制他时，他依旧声称自己杀死了巨型丧尸。明天让3号车队去执行那个任务。首领大人，这风险太大了，一个车队肯定不行的。是啊，失败的话可是会损失整个车队。一个车队算什么？我要看看他的真正实力。
此时，其他车队也集结完毕，准备出发做各自任务。随着发动机轰鸣，各个车队队长都加大马力。在空闲的地方，几个车队队长在一起闲聊。一辆波西加车性能完全没进行过升级，你跟我说这玩意儿能弄死巨型丧尸？这年头装个破铁疙瘩就能称天才机械师了。可悲的小角色，投机取巧是在末世生存不了的。再给各位透露个消息，我今天拿到一个大情报，西大校区诞生了至少3只2代种，强盛集团已经往里面塞了不知道几支车队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这个消息一出，各个队长立马精神起来。3只2代种，强盛集团，每一个都是重磅信息。末日7大势力中，强盛集团处于第一梯队，连他们都在这里折戟多次，可见任务风险多大。而死亡天使是7大势力中最弱的一个梯队，他们翻盘的希望就是高风险高回报。这个任务不同往常，有点艰巨。不过强盛集团会不会继续派车队前往？如果遇到他们，我们几乎没有胜算。有没有哪个车队愿意和我一起去？其他人都纷纷响应，毕竟这个任务要是能完成，对于其他势力也是一种打击，还能在首领面前邀功。忽然他们都收到了指挥部的信息，西大小区任务交给3号车队。这个小白脸何德何能，首领居然把任务交给他，这可是我得到的情报。这是首领的决策，第一首领也不知道这小子的虚实，派他去正好测试他的实力。如果他真的可以完成这个任务，首领血赚。当然我觉得不可能，如果他失败，首领不会只损失1机临时组建的车队，而且他还能传回一些情报，为我们下一步行动提供信息。此时诸葛和艾琳吃过晚饭后正在车里休息。由于乌鸦任务失败，他现在已经是3号车队的队长，乌鸦以前的手下和装备都交由他支配。记得刚解锁战车的时候显示是只能升级小型车，那随着自己的升级，是不是可以解锁大型车、特大型车、特种车？忽然收到指挥部信息，西大校区疑似出现3只2代种，你领导3号车队前往，务必取回3枚2级晶核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任务了，诸葛感到有些意外。不过这任务肯定不简单，估计风险很大才会扔给他，让他一个来历不明的新人去做这个任务，既能试试他的实力，又可以试试这个任务的深浅。不过此次任务能够获得3枚2级晶核，这可是梦寐以求的情报。如果是自己找，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才会遇到2代种。看来加入势力还是有好处的，最起码能获得许多有用的情报。诸葛从异能空间取出1枚2级晶核，还是决定先激活生物雷达。有了雷达，面对各种威胁都可以提前做出准备。确认解析该2级晶核，解析过程不可逆，解析花费相应2级晶核与10枚1级晶核升级。2级晶核解析中，剩余时间11小时59分。诸葛有些兴奋，因为西大是他的母校，想想明天就能回到母校了。不知道以前的老师现在变丧尸了吗？今晚好好睡一觉，养足精神。第二天一早，几个小弟就来到车前。老大，昨天咱死了好几个弟兄，现在您可以在基地选几个做补充。这些都是以前乌鸦的小弟，现在都归诸葛指挥。不需要了，多几个小弟，少几个小弟，对诸葛而言没有区别。把武器装备好，我们准备出发。这群小弟还挺听话的，诸葛对他们印象不错。此时其他车队也集结完毕，准备出发做各自任务。随着发动机轰鸣，各个车队队长都加大马力。在死亡天使基地外有很长一段公路，各车队队长每天都会比谁先到公路的岔路口。赢了虽然没什么实质性奖励，但可以展示车队的改装实力。胜利次数多了，或许下次发放补给就会先想到你。其他的车队都出发了，基地内就剩3号车队了。一个小弟说道：“老大，我们不出发吗？”不急。难道车抛锚了？此时安琪拉正在看着监控屏幕，一眨眼车辆消失在监视器内，其他人发出惊叹。很快战车又出现在3号监控画面，4号、5号出现的间隔越来越短。望着屏幕上即将追上大部队的诸葛，眼中闪过一抹亮色，一脚油门配合上10%的烈火冲锋，战车瞬间超过了其他车队，顺利获得了第一。
过了作为终点的分岔路口之后，诸葛前往和小弟们约定好的地点，打开面板。2级晶核解析中，剩余时间0点15分，还差15分钟，等到他们来也差不多。等了10几分钟之后，另外2辆属于3号车队的越野车姗姗来迟。知道了结果，小弟们欢呼雀跃起来。他们跟着乌鸦可从来没有过这种名次。诸葛没理他们，超过几个破铜烂铁没什么好开心的。唯一能让他提起兴趣的只有战车升级和晶核。打开面板，晶核实验室已经解析完毕。解锁科技模块生物雷达，开启后将自动搜索500米范围内的生物活动。解锁生物雷达后，一种安全感从诸葛心底冒出。在城市中，各种掩体障碍都会成为丧尸或者异种的躲藏地点。有了生物雷达，就好比开了透视挂。出发，启动战车，朝着西大的方向前进。开进校园之后，一股肃杀之气传来，诡异的安静中透露着危机。忽然，雷达提示有一个特别红的亮点出现，和之前的不同，证明这个生物比之前的高级。诸葛拿起通讯器，对另外2辆车发出指令：跟紧我。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开枪。收到。车队继续前进，雷达提示又有一只高级丧尸出现，他没有理会，先把3只2代种的位置弄清楚，再选择攻击。一路上他们发现了很多属于强盛集团的报废车辆，在即将绕回起点的时候，发现了第3只2代种。第1和第3个红点距离的位置很近，这意味着发生战斗，他们很可能会遭遇2只2代种的夹击。还好有生物雷达，不然要是直接进攻，被这些2代种夹击就危险了。不过现在只是知道了2代种的位置，却还不知道他们的异能。要是谁能先去试试这几只2代种的异能，那风险就会下降很多。诸葛看了一眼后面的小弟，就在这时，艾琳提醒说道：“有一堆小红点正在快速接近。”这速度显然是在载具行进。快速隐蔽！诸葛对着通讯器喊道：“强盛集团！”诸葛寻思着对方是哪个势力，引擎声越来越近。一个车队从他们眼前驶过，不是强盛集团，那喷漆的颜色和标志是诸葛永远也无法忘记的丧标势力，刚好可以让他们去试试丧尸。他对小弟说道：“你们找个制高点去观察情况，随时给我汇报。”由于有2代种存在，附近其他普通丧尸基本都被他们当升级食物了，所以相对安全。没过一会儿，通讯器响了起来。老大，他们从车上抓了一个饱满东西的人下来。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好像是个幸存者。好了嘛！身穿作战夹克的丧坤手里握着个遥控器问道：“此人是丧彪的亲弟弟，极度冷血。可以的人都用了，爆破小队狙击小组都已经准备就绪。”警报器触发之后会发出高频音波，这种音波对2代种而言是无法忍受的噪音。而且活人的血肉对2代种而言也是不可抵抗的美味。随着尖锐的声音响起，瞬间引起了丧尸注意。B 队发现2代种 ，B 队发现2代种。一声尖叫过后，对面没了动静。丧坤这边立刻警戒，忽然身边队员开枪射击，这只2代种速度极快，一下子就干掉几个队员。此时不远处也出现了另一只2代种，可以远程攻击。丧坤没有慌张。加上噪音的分贝，那个幸存者非常疼苦。此时诸葛已经忍受不了这种用幸存者当诱饵的行为，决定要送他们一程。高频音让2代种的行动大受影响，面对丧坤的火力，不久便倒下。远处那个见状也迅速逃跑。他让小弟去把晶核挖拿回来，没想到怪物没死透，一下把小弟干掉，然后又朝丧坤飞跃过来。就当在场人以为丧坤会被干掉时，只见他冷静抬手，一把抓住怪物的头，一下就给抓爆。这可不是普通人有的力量，难道他也有异能？队长遭遇目标，后面好像被一个高速物体给撞进楼房内，消灭了一辆不明车辆，高速闯入战区。不明车辆有标志吗？丧坤问道。太快了，我们没看清，只知道他用排水渠过弯。只要不是我们的人，通通消灭。看到了有个骷髅的标志，好像是死亡天使。区区一个小势力敢来和我抢肉，干掉他！丧坤消灭了丧尸后，将2级晶核放入口袋。此时，在其他位置的小队不断朝诸葛射击。丧坤听着，通讯器里的枪声暗喜，就这喽啰也敢和我们硬拼？
突然一阵惨叫。C 小队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收到，请回答。Over。丧坤不断呼叫，传来的只有嘈杂的声音。装甲修复中45%。由于刚才的射击，战车前脸被密密麻麻的射满了机枪子弹，重火力对目前战车的装甲伤害还是很高。诸葛朝着丧坤的方向开去。准备就绪了没？我们到了，老大。他派了一辆车偷偷从后面接近丧坤，打算救走幸存者，顺便搞偷袭，自己则是从正面吸引他们注意。来到了他们面前，一个急刹车，远远的与丧坤他们对峙。此时丧坤这边车辆已经将所有火力对准了诸葛。队长开火吗？一个队员问道。丧坤疑惑的看着对面的车，难道刚才就是他消灭了 C 小队？不可能 ，C 小队可是火力支援小队，有3辆重火力车，怎么可能会被这辆破车给消灭？正当丧坤还在疑惑的时候，装甲修复中100%。给你们表演一个无敌风火轮。说完，开启绞肉机投射出去。与此同时，加特林也跟着启动。对方见状开始还击，他们一辆战车被瞬间击毁。不过对方猛烈的火力还是让诸葛有点吃不消。此时另外一边，诸葛派去绕后的小队已经慢慢从后面靠近他们。忽然一声枪响，狙击手，快隐蔽！所有人迅速散开。接着又一声枪响，第2个小弟倒下。队长有狙击手，我们被压制了。此时剩下的队员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。就当狙击手再次瞄准他们的时候，忽然听到 AK 的射击声，原来是之前派上去观察的队员发现了狙击手的位置，用枪对他精准射击，直接将狙击手爆头。对方从后面偷袭，救走了人肉诱饵。通讯器里传来狙击小队观察员的声音。法克游，丧坤大怒，干死他们！老大，任务完成。你们先退出校园，找个安全的地方等我，没有顾虑了。现在到我。一脚油门，配合上50%档位的烈火冲锋，转瞬之间，战车就来到了他们面前。控制战车的同时，意念启动异能空间，搜走了一枚2级晶核。看着疾驰而来的战车，丧坤以为他要和自己同归于尽，吓得他脸色都变了。可没想到车子从他们身边飞快开过，对他来说，刚才的行为是种羞辱，居然让他给跑了。丧坤一气之下将面前一个队员踢飞。一个幸存者诱饵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，主要是被戏弄的感觉让他没面子。不过还好，最重要的晶核到手了，这次任务也算完成了。边说还边摸摸口袋，什么回事？前面明明就放进袋子里，现在怎么不见了？气得他大叫起来，正想找附近的人出气，此时所有队员都已经离开了他的攻击范围。离开战场后，诸葛在一处安全的地方停了下来，打开面板。战车装甲26%。刚才猛烈的火力如果久一点，估计战车就要报废了。看来是时候升级战车了。从异能空间里取出3枚2级晶核，这是他的所有储备。一枚是之前钢铁厂巨型丧尸掉落的，一枚是头刚才 C 小队打了一半后被诸葛截胡干掉的丧尸远程攻击掉落的，还有一枚是丧坤手里偷的。只需要2枚2级晶核就能升级战车。战车升级，战车升级，将战车从 D 级升级到 C 级，战车属性全面提升，解锁一套技能，所需2级晶核。2。升级改造的时间很快，只需要10分钟。战车升级完毕，车身强度 D 级、C 级防暴级，最高速度500千米每小时提高到1000千米每小时，油箱容量500升加到1000升。这是车身基础性能的提升，所有属性都翻了1倍。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技能面板，前置技能解锁工程锤2、烈火冲锋2、加特林2、优质燃油异能空间2，额外技能解锁生物雷达。C 级战车升级模块，装甲速钢装甲1，将车身装甲升级为速钢装甲，大幅度提高护甲等级，并且减少冲撞带来的装甲损耗，所需2级晶核2。速钢装甲由特种塑料和金属结合而成，兼具弹性与硬度。引擎空气推进仪，在车尾加装2个空气压缩炮，通过压缩空气后释放，提供强劲的推进力，所需2级晶核2。兵装机关炮1，在车身加装大口径武器，消耗燃油生成炮弹由中控台操控，所需2级晶核2。能源加力燃料舱
进一步提高燃料燃烧效率，提高燃油设备的威力和性能，所需2级晶核2。科技异能空间3升级，吸取异能空间，拾取范围至车身10米。2033年8月27日，一场病毒风暴将席卷全球，末世爆发，全球大部分的人类都发生变异，造成丧尸横行，幸存的一位只能到处躲藏。看着这么多可以升级的技能模块，诸葛再也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。越往上升级，条件变得更加困难。1级晶核现在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，它需要更多的2级晶核。复仇正式开始。队长他们会不会逃出学校了？继续找，时间那么短，不可能逃得出学校。队长发现一辆车高速朝校园驶来，所有小队准备战斗。我赶时间一起上吧。诸葛在路口停下了车子，等待丧坤他们。此时丧坤车队正展开进攻趋势，朝诸葛驶来，各种重火力齐开。与此同时，诸葛也加大油门，朝他们冲了过去。一阵天雷地火之后，战斗结束。果然 C 级车强度要高很多，掉了30%护甲值之后，就把对方干成了一堆烂铁。还有一个活着的。丧彪从车里爬了出来，我大哥丧坤一定会替我报仇的。原来这个就是丧坤的弟弟，那不能让你死的那么便宜。他可能知道一些金属塔的秘密。校园现在安全了，你们都回来吧。召唤小弟们回来，然后活捉了丧坤，将他暂时关在学校宿舍。老大今晚不回去吗？在这里先休息一晚。老大晚上外面很危险的。这里的1级丧尸基本都被2代众给当食物了，所以这里还是相对安全的。先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吧。吃过东西后，诸葛来到关押丧坤的房间。此时宿舍正保留着刚爆发病毒时候的样子，满地都是纸团。这帮人太不爱卫生了。你快放了我，不然我哥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阶下囚居然还敢那么嚣张。说完，从地上捡了一个纸团塞进他嘴里。这个纸团之前是擦什么的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从丧坤的表情上看，他挺开心的。你们为什么会在末日前就开始囤货了？别逼我使用武力。来劲了是吗？拿起棒球棍，直接给他一套连招伺候。说不说？接着又是一套，丧坤眼泪都出来了。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有人哭了？那个丧坤听说挺硬气的，居然让老大给弄哭了。正当诸葛要继续动手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，刚才给他嘴里塞了存有几个亿的纸巾，难怪他一直呜呜。不好意思大意了。审问结束，诸葛回到车里。审问顺利吗？十分顺利，对方很配合。他知道的也不算多，不过他确实是异能者。他获得异能之前身材瘦小，获得异能之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那他是怎么获得异能的？晶核植入，他被丧彪带进金属塔，在一间实验室里植入了晶核。据丧坤所说，晶核的构造是适用于丧尸的，植入人脑后会改变脑内构造，让其转变成丧尸。那他怎么看起来不像丧尸呀？晶核的构造是可以在实验室内改变的，把它植入人脑后，根据大脑的变化，就可以反过来改造晶核，将其改造成适用于人类的状态。晶核只有在人脑中处于激活状态时，才能进行改造，所以他们先把晶核植入在普通人脑中进行改造。人脑植入晶核很快就会变成丧尸，这个人就没用了，就要换一个人。一颗晶核的改造一般需要20几个人的牺牲，所以那天用大卡车运进死亡天使基地的人，应该就是用来作为晶核改造的容器。不过金属塔的来历他不知道，丧彪为什么提前知道末世他也不知道。金属塔的秘密很重要，想要探究末世的起因，就必须解开这个隐秘。死亡天使基地内物资上缴处，各车队都陆陆续续回到了基地，各车队都照例来物资上缴处上缴今天的战利品。正当众人放松闲聊的时候，安琪拉出现，众人都以为首领看到他们的收获要表扬一番，没想到他忽然说道：“3号车队呢？”众人脸色大变，好像还没回来。听完转身离开。转身离开，有话说不出来。目前校园里面还有一只2代种没出现，不过根据之前强盛集团车队的受损情况，它的攻击肯定带有某种强腐蚀性溶液。
大概率也是远程攻击，大家要小心点。有老大在，我们放心。对，跟着老大有肉吃。此时，一个没戴头套的队员在后面回答：“你是谁？没戴头套，差点没认出是自己人。他叫全宝，昨天就是他在楼顶负责观察的，后面也是他击毙了对方的狙击手，他可是我们队的神枪手呢。”实不相瞒，之前跟着乌鸦一直都是小打小闹，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什么重要任务。这次跟老大出来长见识了。我看你长相平平无奇，想不到枪法那么好，以后跟着我会有很多冒险的机会。话说你干嘛不戴头套？昨晚睡觉做梦流口水弄脏了。大家都做好准备，等下怪物出来我在前面攻击，你们在后面掩护我，切记有危险就先跑，小命要紧。老大，你对我们太好了，以前乌鸦都是让我们冲在前面，自己躲后面的。要不是我有战车，我也肯定让你们冲前面。这个嘛，我和他不一样，我喜欢冲前面。把丧坤绑车头上，给他挂上脉冲报警器，我们去会会那只2代众。说完，众人将丧坤绑在车头。此时他的嘴里又塞上了那含有不明液体的纸团，来到当初雷达探测到的地点附近，打开报警器。不久，雷达就提示目标出现。一个巨型胖子缓缓地朝我们走来，看样子肚子里满满的都是毒液。众人火力全开，只见他从嘴里吐出一口千年老痰，地上瞬间就被腐蚀，子弹打在他身体上，瞬间就被腐蚀殆尽。看来不是普通的2代丧尸，而是2代异种，这战斗力比2代丧尸又高了一个档次。子弹的攻击显然激怒了丧尸，眼看就要来到我们面前。为了其他人的安全，诸葛一脚油门上去引开丧尸，等到安全距离，一个漂移转身面对丧尸，启动烈火冲锋朝丧尸冲去。在快撞到丧尸时，开启绞肉机，在车子巨大的惯性下，绞肉机猛地砸在丧尸身上，刀片飞速旋转，在被腐蚀之前切开了丧尸的身体。他的防御力并不强悍，只是体内的毒液能够顷刻间腐蚀子弹等攻击，但巨大的绞肉机配合上超高的速度，还是比他的腐蚀溶液更快一步，切开他的身体。放射出来的毒液飞溅在战车上，车身出现了明显的腐蚀，战车护甲急速下降。短短几秒钟，喷射在战车上的毒液就已经让 C 级战车的装甲下降了 20%。打开面板，这次修复战车需要3颗1级晶核。等了许久，异种身边的毒液消耗的七七八八，战车也修复完毕。开启异能空间，将晶核吸取。解析对象2级晶核，解析可获得技能灼心蚀骨，解锁后战车的弹道攻击武器可获得毒液特效，显著提升攻击的穿甲能力。解析花费对应2级晶核1枚，10枚1级晶核，解析时间12小时。弹道武器指的应该就是之后可以升级的机关炮之类的武器。这本来就威力强大的机关炮，再配上夺心蚀骨，还不得起飞了。回去和全宝他们会合，然后踏上回城之路。一边开车一边在心里盘算道，除去自己用来升级的2枚晶核，还有2枚晶核，外加一个丧坤和他体内的晶核，不知道这些战利品能不能获得进入金属塔的机会。直觉告诉我，金属塔内会有某种很重要的东西。金属塔地下实验室，安琪拉和一群研究人员正在看着实验对象。强大的电流将那男人和晶核包裹在一起，随着电流减弱，男人好像也失去了生命迹象。随后，安琪拉来到另一个房间。怎么样了？进度还是很缓慢，没有合适的宿主融合。上次你说的那个特别的人怎么样了？给他派出任务之后就没回来了，应该是死了。连普通任务都完成不了，应该也是个废物。你看走眼了。走出房间，一个实验人员匆忙地向前对他说：“首领大人，3号车队回来了。”此时，在基地停车场，众人都在围观3号车队归来的人，在他们眼里，完成了这么难的任务，都刮目相看。任务基本完成了。说完，从手里拿出2枚2级晶核。能吃掉强盛集团好几支车队的2代种，竟然被他一支车队就处理掉了。如果不考虑其他势力的介入，当初派亮坤的1号车队去，也能完成任务。不错，我还给你带回来了个人。说完，看向绑在车头的丧坤。他是谁？丧坤，丧彪的亲弟弟。朱果。
忽然幻境再次出现，检测到宿主意识又被强制下线，是否需要召回？召回。卸下身上所有武器，跟着我。诸葛，你怎么了？艾琳见状急忙说道，对他来了个搞怪表情，表示尽在掌握。随后跟着他来到金属塔入口处，基地内顿时乱作一团。欢迎主人。什么回事？这里怎么和战车系统感觉很像？难道战车系统不只能在战车里使？这个金属塔怎么感觉好像能被我控制？检测到附近存在机械之心，打开全息地图。机械之心，这又是什么道具？来到地下5层的实验室，躺到上面去。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对他干嘛，为了深入了解这里的秘密，也只能照做。检测到机械之心，是否进行拾取？机械之心是什么？机械之心，金属塔的功能核心。金属塔有什么作用？金属塔是兼具科技与晶核研究的大型实验设备。是否需要拾取机械之心？宿主获得机械之心后，将解锁一个新的中型车载具模块。拾取。已获取机械之心，请寻找合适的载具进行升级。机械之心消散，金属塔将在10分钟之内耗尽所有能源。现将进行空间跳跃，当宿主回到地面。检测到金属塔内还拥有5枚2级晶核和233枚1级晶核，将与宿主一起进行跳跃。这系统可以，不愧是我的系统，顺别人东西的本事一套一套的。诸葛，安琪拉不断呼喊，拜拜！唰的一声，诸葛消失在了眼前。他们死亡天使对金属塔的了解也十分有限，所以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警告！金属塔将在10分钟内耗尽能源，请所有人员撤离。警告！金属塔将在10分钟内耗尽能源，请所有人员撤离。他赶紧去拿晶核存储器，里面是他搜刮回来的所有晶核。忽然发现里面空了，转身拿回环在仪器上的那颗。诸葛消失之后，眨眼间就出现在了战车驾驶室上，把一旁的艾琳吓得花容失色。你怎么？没时间解释了。他要赶在安琪拉下达攻击命令之前，先摧毁基地的攻击手段，优先锁定了那些装备重机枪的瞭望塔，这是基地内对他威胁最大的武器。基地内顿时乱作一团，瞬间的功夫就将大部分抵抗人员消灭。其他人看见双方这天堑般的差距，全都扔掉了手里的枪，表示投降。但是始终没有看见安琪拉的身影，不杀死这个死亡天使的首领，就不算拔除这个基地。一阵开门声传来，安琪拉和一个白发男出现在眼前，一脚油门朝着他们冲了过去。双方的距离快速拉近之时，那白发男嘴角突然挂上一抹笑意，朝战车伸出一只手臂。他的那只手臂皮肤瞬间膨胀，硬生生顶住了战车的冲势，又是增值类异能。与此同时，安吉拉身形一闪，威武长剑朝战车飞速奔来。疯了，怎么能这么看？自己的利刃是由金属塔研制出的特种金属打造，无坚不摧，为什么能有踢开这战车？面板展开，切换工程锤为绞肉机，烈火冲锋20%。见此情形，安琪拉赶紧闪开。白发男一只手臂明显感到吃力，他另一条手臂也迅速暴涨，从上方一拳向下死死按住了战车。烈火冲锋50%。老头发现战车即将脱离掌控，再次暴增手臂，把战车提了起来。离开地面后，战车轮胎只能在空中打转。妈的，放开我老大！忽然从后方射出一连串子弹，全宝和小弟们开着越野车冲了出来。见此情况，诸葛也赶紧开枪加策临攻击。由于前面白发男的变异惊到了，一时间竟然忘了自己还有这个武器，在机枪不断的射击下，手臂开始慢慢承受不住，车子慢慢放了下来，刚接触地面，马上将烈火冲锋提升到100%的功率。再见了，白毛！安琪拉看着眼前一幕，怔出神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死亡天使结束了。艾琳从副驾驶跳下车，举枪对着他的腿开枪。诸葛关于金属塔的诸多疑惑还没得到答案，所以他打算先留安琪拉一条命，去通知所有人，基地